首长好，终于来了。本来上级通知演习前报道的，军区临时有任务，今天才赶来。来的不算晚，虽然演习进行了一半，但是最关键的是明天。夏林，抓紧把进程给南登他们通报一下，你们以最快的速度进入情况。是。攻守双方的情况已经通报给你们。今天的战况如下：红军切断了蓝军的协同力量，翘头岛的协同和补给已被切断。红军今天一共发动了1次偷袭、4次强攻，但是都没能登岛，双方各有耗损。交手上了。是，从战事上来看呢，蓝军一直盯在滩涂阵地上，没让红军前进一步，但也仅限于此。红军呢，拥有明显的外围火力优势和机动力量，而且它有4倍于蓝军的兵力，且耗损比率远远的低于蓝军。也就是说，蓝军已经完全被困在桥头岛上，在失去外围协同的情况下，看不出有更多变数的可能了。双方指挥是谁？红军的指挥员呢是700团的代理团长顾一野，蓝军的指挥员呢是特种大队的参谋长高亮。谁？顾一野和高亮。是演习指挥还是执行？全权指挥，这是军区首长的意见。哦，对了，郑参谋长呢，作为观察组的组长，现在也在岛上，但是呢，他的身份现在是高亮的人质。人质？这些就先不介绍了。你们科研组这次主要的任务就是来验证山网2号的升级设备在战场上的有效性，其他的事情不需要操心。是。首长喝水。首长这会儿没工夫，一会儿再说吧。你让后勤送几箱牛奶过来，昨天上岛就没安排饭，就那么点破干粮。红露水。哎，老秦啊，我这猛虎团可不是吃干饭的啊，这是没抡开打。嘿，要抡开打，早把你拿下了。对，拿下个屁呀！一天就想拿下翘头岛，你疯了吧你？吵什么吵？都成人质了还吵？学学怎么当好人质吧。睡觉。啊，首长，你换个铺啊。哎，睡觉。你不觉着躺着有点别扭吗？是有点瘆得慌，跟木似的。给他破破。哎，对。报告，1号，小鹰来电，确认翘头岛隐蔽雷达对空导弹阵地安保观察哨共15个岛面打击目标的坐标位置。6时30分，小鹰在目标点上放置的热引导器会同时起爆。干得好，观察组情况。小鹰说，岛面上只有少量的观察哨，观察组已经正式转入地下工事。他竟然骗了我们整整24小时。他还真的把观察组当人质了，可这样一来，他也把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。报告，已抓获第27名潜伏者。带回来，单独关押，严加拷问。是，带走。去。哎，别动！我阵亡了，别想从我嘴里问出点什么。带我去战损营。1号，小鹰错过了联络时间。另一个钉子呢？报告，参谋长登岛成功。如果能够成功登岛，配合小鹰，在岛上标记岛上的火力、运输、给养目标，方便我组织火力摧毁。命令部队进入攻击位置。是。报！红军通报，他们开始进攻了。通知总导演和山网2号科研组向观察组，向人质实时通报战况。是。
么样了，文静？各组数据正常。跟踪信息开始记录。是。大家打起精神。是。报告，雷达捕捉到多个不明飞行物，正在迅速靠近岛礁。目标距离多少？距离380公里，高度8000，10分钟左右到达翘头岛。看飞行速度与姿态，应该是战斗机群。留下观察哨和防空导弹分队，剩下全部地面人员撤入地下堡垒，务必在岛外击落战斗机。是。按照预案，再组织一次电磁压制，同时请求2波次火力集袭，摧毁翘头岛对空导弹阵地，把它给我炸掉！全手发射成军，放下发射枪！报告。我方第1导弹阵地被敌方远程炮火摧毁，退出战斗。孙连长中弹，导演部来电，确认结果有效。必须把敌方战斗机给我打下来，否则就是噩梦一场。是。老姜，我去第2导弹阵地，现在由你担任蓝军最高指挥官，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，誓死守卫翘头岛。放心，我钉死在这儿了。把那俩飞机给我打下来！天狗发现攻击目标，制导导弹，锁定目标，锁定目标成功。已锁定攻击目标，请求指令确认。指令确认。组织攻击。对不起啊，老兄，对不起，太激动了。老老实实当人质，瞎激动什么？我看。
1号，蓝军岛面目标差不多都清除掉了。命令部队全速前进，抢滩登陆，解决岛上的全部战斗人员。是。长山2号注意，全速前进，准备实施登陆。唐山2号注意，全速前进，准备。叶3号，全速前进。现在有3艘登陆舰正在向我方全速前进，距离我6海里。他想在中午前结束战斗。通知部队进入阵地，我马上回来。收到。通知部队进入阵地。是。老姜，西北方向丛林里有一名渗透者。他们已经开始进攻了，班长，我们怎么干？炸他指挥舰，让他不长脑子，走。别动！看来你是真爱这个呀，这么拼命啊！这是这个岛上唯一的一片淡水池，我保证它充满致命的毒性。想望城，我是吧，老侯？我画成这样都被你认出来了，早知道我就不伪装了，真没戏。我也向你保证，今天你要是敢把这片药扔进水里，从今往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你以为我还是曾经的小王城吗？小子，有点进步啊！你们一个个的就给我打感情牌是吧？你是敌方1号，我能拖你1分钟，就能为我方增加1分胜算。别废话，带走。1号，你在哪儿？所有数据都显示正常。现在没人挡住红军登岛了。不，蓝军会拼死挡住他。关大总，答应你情报，截止
红军所有的攻击行动有效。完毕。特大果然撑不过48小时。蓝军的反制行动还没有上报导演部，说不定特大还能翻过来呢。我是岳山号舰长，我舰受到攻击，管损部署，管损部署，各部门坚守岗位，机舰长组织检查进水情况。重复一遍，我舰受到攻击，管损部署，管损部署。炸弹在4个部位爆炸，舰底和左舷是要害。山网2号对炸弹的当量进行了测试，爆炸足以让舰船在15分钟之内沉没。导演部认为岳山号失去自主力，舰上的红军作战指挥所、第一突击队、8门炮，所有的舰船人员和装备退出演习。指挥所被炸，退出演习，这不是上可乐，我请客。他们怎么干的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呀？意思就是说啊，你们700团的脑袋没了啊！战蓝行动马上就要结束了。哎，大伙儿赶紧收拾东西，出动，咱们回家。红方他们完了？好样的！通知部队继续坚守阵地，对方撤离之前，都给我盯死了，一步也不准动。是。报告，人带过来了。带进来。是。哎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不是已经被我给炸死了吗？闭嘴！你已经阵亡了。可是，可什么可？你以为我的指挥机关在岳山号上？行了，说吧，怎么出的岛？我怎么说你的？班长，你安息吧，我来，我是，别挑逗我了。行了，带出去。是，你去你打算干什么？啊！放了！老师，不严！老师。向导演部汇报我指挥部的位置，通知第2、第3突击队停止攻击，撤出战斗。是。报。他说红方指挥所电话。指挥所？哪个指挥所？是红方指挥所。接过来。是。你再说一遍。日若西山红霞归，战士的爸爸迎归把迎归。怎么会出现这个结果呢？明明已经控制住局面了，完全是有把握取胜的。咱们700团让4个水鬼把指挥所给端了，所以这才叫做特种作战大队啊！特大就专门干这个的，特大他就喜欢干小的事。你说回头我请首长他们吃饭吃什么呢？滚！你这态度呢？这吃方便面吧，吃完了等消息。等啥消息啊？红方的指挥所并没有被炸掉，导演部正在核实情况。没炸掉，怎么能没炸掉呢？红方的指挥员把他的指挥所从岳山号转移到藤山号上了，蓝方挖人炸掉的只是原来的指挥所，还有他的第1突击队。漂亮！顾一野这小子有两下子。也就是说，顾一野还在啊，没死。那导演部谎报什么军情啊？啊，这不是还得人活生生的心脏传血吗？首长，导演部已经做了核实，红军的指挥所确实不在岳山舰上。导演部判定，蓝军的斩首行动失败，演习继续。继续下去还有意义吗？导演部10分钟之前也这么认为。红军在失去这次进攻机会以后，在天黑以前
很难再组织起有效的进攻了。天黑以后，优势将转向蓝军一方，但是这个前提是，红军的指挥所被打掉了。在现在这个前提不存在。综合山网2号发过来的红军指挥员作战思路的资料，导演组判断，在天黑前的5小时42分钟之内，很可能会发生一个奇迹。什么奇迹？山网2号分析，红军指挥员作战思路缜密，擅长步步为营。他在之前99年的997行动和2000年的520以集中，都曾经使用过非常规手段，而且取得了胜利。山网2号认为，这一次他很可能会这么干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战局很可能会发生逆转。怎么了？是我的命令还不够清楚吗？可翘头岛东侧和北侧两端礁石丛立，根本没法展开攻击。选择从那2个地方抢滩，我们的损失会很大。没错，我们确实会损失一部分人。可是你们想一下，把1个夺滩目标扩大到了3个，蓝军有限的兵力也会被分散。给我咬住了大，他们一定会出现漏洞，不留预备队，所有兵力全部给我压上去打。蓝军岛面的火力点所剩无几，我方4对1，就算拼人，我也要把它给拼光了。这可是同归于尽的打法。没错，我要的就是这个。你们可能会问，这个账要怎么算？军人不是商人，试射主权不议价。抗战时期，那座岛落到日本人的手里，隔了7年，他才回到祖国的怀抱。我问你们，如果现在这个岛还在日本人手里，国家要我们上，要我们把它给夺回来，你们还会算人头账吗？打，死也要夺下来！开始行动！是。同志们，战蓝行动的最后一战就要打响了。4个半小时之后，不管这场战斗有多么激烈，太阳都会落下，战斗也会结束。我们现在正面对着数倍的对手，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，他们也会像我们一样，抱着必胜的决心，冲到我们当中来和我们决一死战。在这个时候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们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打一场消耗战，所以，在这个时候，作为尖刀的你们被挑选出来。战友们，准备出发了，让我们去结束这场战斗。是。整这么壮烈啊！兄弟们，我们是特种部队，我们执行的永远是全军最艰巨、最困难的任务。今天挑选出你们12个人，是为了保护我们祖国的领土，是为了给部队争取更多的时间，让我们的战友把敌人挡在岛礁之外。你们这一次是有去无回，我跟教导员在这给大家送别。这一次行动，我们只有一句话：宁可前进一步死，绝不后退半步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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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已经打退敌方3次进攻，2营伤亡惨重，262人退出战斗，超过歼至一半。东北方向情况怎么样3连情况稍好点，但也有减员。教导员那边压力很大，敌人用火力强行压制住1连，强行作业炸掉礁石。教导员申请凭射炮支援。
告诉教导员，要他挺住，这是敌人的计谋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能走预备队。是。还有1个小时日落，通知动力1分队起飞。是。1号，岛上放出了12架动力391，目的是什么？方向是奔着登陆编队来的，目的还不能确定。打掉他，不让他接近编队。是。给我拦住他们！报告1号，我方登陆舰全员撤出战斗。他的招数使完了，动用预备队，强行登岛。是。老陈，过来！报告1号，西南方失守，敌人已经抢滩成功，已经在纵深200米处建立起了滩头阵地，教导员那里人也拼光了，守不住了。通知3连长，撤回地下工事，1连2连再给我坚持半小时。要是让他们建立起滩头支撑阵地，就会有更多的部队登岛，那么我们就会被包圆。天一黑，那就是特种兵的天下，那不叫包圆，叫乱炖。不看火候，看手段，去通知。是。奇迹还真出现了，距离演习结束还有30分钟，红方肯定吃不掉蓝方。红方还有其他的作战预案？有，但是时间不够了，红方预案已无法组织实施了。报告，蓝方通报，蓝方指挥员下达了撤回地下工事的命令。告诉蓝方，导演部知道了，导演部是命令有效。是。有效什么？时间到了，演习结束。可是没打出结果是吧？结果不重要，过程才重要。演习马上结束了，剩下的事情你们作军出去总结，向观察组通报，按计划结束战蓝行动。是。演习结束。好的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你看能不能跟上级申请一下，放几天假吧？我们在这儿关了1天多了，人都馊了。周1集合，然后再做观察组的报告。好，我马上向参谋长汇报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连只结束了演习。首长，演习结束了，接观察组的船已经在路上了。结束了啊？上面不是还在打着吗？没接着通知。报告，进来。首长，红蓝双方还在对抗，不应该结束。按照导演部的计划，演习时间48小时，
时间一到必须结束，计划就是计划。可是山王2号需要整体和完整的演习参数，才能准确地研究出最终结果。演习半途中断的话，缺乏必要的环节和数据，科研项目没法进行下去。你说的非常有道理，但是我们整个的演习计划是报了军区被批的，军里必须无条件的执行军区的批复，不可以任何的改动。可是首长，知道。观察组军区正参谋长电话，接过来。是。喂，演习结束的命令下达了吗？马上下达。停下来，不要下达。为什么？老何，这是个关口。首长，您的意思是？你梳理一下演习前双方给出的预案，以及导演部对双方预案的作战分析。你有没有发现2件事情？第一，红方求稳心重，变数不够。除了首次攻击和这次非常规手段的打击，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招数。而蓝方在攻防角色的应对和转变上准备不足，一直没有从进攻心态转变到防守心态上来，这暴露出部队存在的问题。第二，参演双方的作战实践并没有按照双方提供的预案进行。演习开始后，他们的思路和战术在快速地发生变化，到现在，演习已经超出了以往的套路。我能理解，演习打到这个时候，预案已经不管用了，这种趋势更接近于实战。导演部也发现了这些问题，还在纳闷。首长，您的这番分析点醒了我们。这种情况，包括导演部、观察组和参演部队在内，都没有这个经验。我们这些更高一级的指挥员也没有经历过，可演习越来越像实战。双方不光在战术上，连心态上都往实战上去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是我们以往这么多次演习都比不上的。有道理。老何，演习不要停下来，要继续打下去，直到打出一个结果来。如果我们坚持，部队会有大的收益。但是首长，如果让演习继续，会很危险。没有计划，没有设置，没有预案，这样继续很可能会乱套，太不保险了。首长，我也这样想过。红蓝双方的指挥员都很年轻，没有经验，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演习，我们自己也没有这样的经验，都是第一次。继续打下去不是可能，而是一定要出乱，甚至捅娄子。不过老何，军队的保险账和别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。军队的账是这样算的，保证拉上去就能打，打了就能赢，保证国家用得上，不丢主权，不吃领土，不让国人受欺负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讲，让演习继续打下去，这是最大的安全。但是，如果让演习继续，就会有一系列新的问题，比如作战行动的目的、双方的补给，还有达到什么时候才结束，导演部必须给出一个让演习继续的理由，而且我们还要报军区批准啊，首长。首长，这次演习的目的之前就已经决定了，是海岛夺控，不应该改变目的。演习第一阶段，红方打掉了蓝方的协同力量，屏蔽了蓝方的电子通讯，阻断了蓝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。蓝方已经是一座孤岛，得不到任何补给，而红方的支援条件并没有被蓝方打掉。战争不是用时间计算的，而是用结果。谁在那说话？山网2号科研组副组长江南征。老何，江中校的理由非常充分，导演部要充分的考虑。我建议，在有限的条件下给红方补给，蓝方没有补给，让演习继续打下去，直到打出一个结果来。你先向军区汇报一下，就说是我的意思，然后以军里的名义给军区打一个报告。一会儿我给赵司令打个电话，这里的情况我最清楚，不然我这个观察组的组长就白当了。是，首长，我现在给军区打电话，同时暂时不宣布演习结束，等待上面的批复。所有特战队员，给我
间快到了。参谋长，蓝军发起反攻了。夏初，是不是通知参演部队演习停止？我是何志庚。是。演习继续，首长，咱们这次演习已经惊动了总部，总部非常关注。军区1号首长指派孟副司令员带领军区作战部队10以上的主官赶赴演习现场观摩学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1号首长亲自过问了。20年前，我在新兵火车上第一次见到他。他偷了陆指导员的干部服，把所有人都给骗了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就想揍扁他。这20年来，我们俩打了无数架。论输赢，我胜多负少。可直到今天，我才发现，我从来没有真正的打败过他。1号，导演部让我们上报人员装备补充清单。记录：3波次6架次轰炸机火力支援，2波次4枚东方11火力打击。1号，这蓝军在岛外布置了1组蛙人，搜索翘头岛方圆10里的江盘，把他的爪牙全部给我斩断。是。演习导演部通知，演习继续，直到打出结果。但导演部不会给我们任何补给，减员也不给补充。知道了。幸好之前把那边加瓦点全都给带上了，弹药还剩下一半，可是他妈的装备也打没了一半，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咱们全员减员了1/3。现在说不给我补员，我靠什么打呀？我到山上去逮猴子，啊，还是下海去抓王八？我给他们逮过来，一人发杆枪，让他们冲锋啊！我说你们一个个怎么那么抠呢？一点吃都不带。昨天打了大半天，哪有时间吃饭呀？就只是身上这点饼干、罐头、火腿肠。我告诉你们，咱还剩下什么？昨天省下了2吨的大米，2壶油，还有点蔬菜。蔬菜基本上也烂了差不多了。导演部那帮老头子跟我说，让我自己想办法啊！我自己想办法，我去哪给人想办法呀？那就是带水，被他妈给下毒。幸亏备用池子里面的水没被发现。不过基本上也快见底儿。好的事儿呢，红军要求补员，就算不磨合，怎么着也得小半天吧。让部队休整一下，重新构建阵地，半个小时之后在主方观察点给我碰头，制定作战方案。还有，赶紧把补给问题给我解决了。饿死我了！哪儿去？我看看那帮老头儿，别惯傻了。首长，你说这部队没有给养，这演习还怎么进行啊？啊，别的不说，咱们这个观察组总得把给养补齐吧？是啊，对呀。部队在地形不利、作战环境完全生疏、条件极端艰苦、战况复杂多变的情况下，更容易发现潜在的问题，也更能得到考验。我没说部队，我说观察组。咱们现在是人质了，待遇不一样了。不是首长，这人质才不应该饿着他，要是饿坏了，就丧失了人质的意义了，没用了。哎，高亮，过来。高亮，打得不错。2天没有被700团拿下，可以。哎，我再给你加个码，24个小时，不，30个小时。你小子要是30个小时能扛下来，我带头，领着全特大的队干部，把你举到头顶，全大队游一遍。做梦！还是我扛着你吧。怎么了，老宋？啥意思啊？
有事啊？给养。部队现在还有一些粮，我已经吩咐过了，每天每人2顿饭，3壶水，严管够。